我每次吃饭都要把饭菜埋进土里，甚至连双脚也会一起埋入。片刻后，我挖开泥土，里面的饭菜竟变成了灰烬，而我的饥饿感也会随之消失。我是一棵伪装成人的树妖，本以为能躲在人族宗门默默发育，直到有一天，师兄萧绝尘突然带着师弟们来到藏经阁，寻找延寿药材的资料。就在我猜测哪位宗门前辈寿命将近时，萧绝尘却突然看向我。师弟，最近宗门有新的延寿药材吗？没有，都是以前的药材。师兄，这里面有记载延寿之法。其余弟子连忙聚拢过去，唯独我僵在原地，深吸一口气，强装镇定。那弟子当众念道：据大荒经记载，大荒深处有长生树，吃了可使人长生不死。闻言，我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正想悄悄远离这群人，萧绝尘却突然开口：不用看了，大荒之地凶险万分，别说我们灵虚洞天，就算是那些顶尖的大宗门，也不敢轻易踏足其中。走吧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目送着他们离开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连忙将大荒经藏进了书架最底层，祈祷以后不会再有人关注这件事，因为我就是那本书上记载的长生树。当初我刚化形的时候，只拥有幻化成人形的微薄能力，恰逢灵虚洞天招收外门弟子，不敢乱走的我，竟侥幸通过了考核，成了宗门的一员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我的灵根资质竟然差到了极点，苦修了10几年，才堪堪达到炼气2层，于是便被宗门打发到藏经阁整理书籍。但更危险的事情还在后面，我虽然能永生，可随着自身生长，身上的妖气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压制。一旦被人族修士发现，他们肯定会把我抽筋扒开，吃干抹净。所以眼下我必须尽快提升修为，才能更好的掩盖身上的妖气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一张不起眼的纸条却给我带来了天大的转机。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记录着各个弟子送来的纸条内容，无非都是谁找到了什么药材，这些药材又有什么功效之类的。可当我打开第10张纸条时，上面的内容竟直接让我呆立当场。上面写着榕树精如何杀害路人，以路人的血肉为修炼养料，后面还详细记录了他炼化血肉和修行之法。我瞬间陷入了沉思，难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走错了修行的道路？世间草木都需要肥料才能茁壮成长，我这株树妖是不是也该遵循同样的道理？之前我一直学着人族修士的样子吐纳炼气，可不知为何修为进步的速度却慢得像蜗牛爬。我默默记下了那套炼化血肉的法术，但没有立刻开始修炼。我现在还弄不到合适的养料，只能等下个月再说。到了晚上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先尝试一下榕树精的修行之法。随着一缕缕精纯的灵气涌入体内，我兴奋地睁开眼。这套功法的修炼速度竟然比宗门传授的灵虚玄发快了整整1倍，原来妖族还是要修炼妖修功法才行。我刚想继续修炼，却发现身上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妖气，而且我的丹田内树妖之力一遇到灵虚玄功的灵力，就会被吞噬得一干二净。看来除非我自废灵虚玄功，否则根本不可能同时修炼2种功法。可是自废灵虚玄功只会让我一身妖气暴露无遗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我顶着黑眼圈匆匆赶到藏经阁。正当我埋头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，萧绝尘却突然拿着一本书走到我面前。师弟，这本妖语你3天之内必须学会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学这个做什么？我本以为是师兄发现了我树妖的身份，没想到他却神秘一笑。3日之后，我会带你去审讯妖修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当即满口答应下来，只要身份没被发现就好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我只是随意扫了一眼妖语，上面的文字就如同刻在我脑子里一般，仿佛我天生就会。到了第3天，师兄如约将我带到了林剑锋的监狱。我刚被带进一间审讯室，他就丢下一句话：交给你了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审讯室里只有炼气一脉的叶修师兄，不知为何被派来负责审讯妖族。他动作熟练地从牢房里拖出一头豹子精，往刑具上的铁钩一挂，剧痛让豹子精瞬间惊醒，正要张口发出怒吼，可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鞭挞。叶修冷笑一声，说道：孽畜，我劝你老实一点，这样我也能省些力气。叶师兄，他在求饶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自己只是吃了几个人，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们灵修洞天。很快，在叶修的严刑拷打之下，豹子精便将自己的修行法门都说了出来。我在一旁全部记录了下来。叶修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再问问他，他为什么要害人？豹子精被吓得老实回答。我如实进行了翻译。我本以为豹子精会被从轻发落，我最讨厌事后道歉。没想到叶修听了我的翻译，竟勃然大怒，抬手一刀就将豹子精砍杀了。这些残害无辜的妖族，活该被我们提炼精元。随着一个个妖族审讯下来，我发现无论是哪一种妖族，最后都抵挡不住血肉的异火，走上了害人的道路，而他们的结局都是被叶修一刀斩杀。我如今自身都难保，自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同情他们。只是将他们的修行法门全部记录了下来。同时我心里也生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，为什么宗门突然对妖族的修行法门这么感兴趣？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叶修十分开心地请我吃饭。有了你这个妖语翻译，果然轻松多了。以前打死我都听不懂这些妖族在说什么。午饭过后，叶修没有再继续审讯妖族，而是叫我一起处理妖族的尸体，能入药的部分全部收起来，坚韧的骨骼也要装好，以后可以用来炼气，剩下那些没用的边角料就都归我了。叶修装了满满一大桶血肉递给我，拿去炖着吃了，对你现在的炼气境修为还是有些作用的。
我微微一怔，原来这就是萧绝尘所说的好处。刚好我缺修炼用的养料，于是我忙活到晚上，带着一大桶血肉回到木屋。虽然这些都只是边角料，但其中蕴含的灵气丝毫不亚于一颗下品炼气丹。我看着木桶里的血肉，缓缓将右掌放了进去。下一秒，我的右手瞬间化作无数细密的根须，配合着树精炼化血肉的法门，疯狂地吸收着桶里的血肉，同时运转灵虚玄功，炼化这股精纯的灵力。修炼草木妖法会产生妖气，在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之前，还得继续修炼灵虚玄功来压制，直接炼化血肉中的灵力，也让我的修行速度快了不少。果然，妖族还是吸收血肉提升快。就这样，我一边当着妖语翻译，一边靠着分道的血肉提升修为，直到宗门把本月的下品炼气丹发放下来。经过一夜的苦修，我成功突破到了炼气3层，虽然勉强压制住了身上的妖气，但两种功法冲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殊不知，一个天大的机缘正在不远处等着我。第二天，我刚到监狱，就看见一头小青牛偷偷瞥了我一眼，随后又飞快地闭上了眼睛。我正想上前查看一番，叶修就笑呵呵地开口：“师弟，想吃牛肉吗？外门的弟子刚抓了一头牛妖回来。”师兄，先别用刑，他只是在装睡。叶修闻言惊吓了一大跳，身形猛地向后退去。小青牛也被惊得睁开了双眼，看到周围的刑具后，牛眼中满是惊恐之色。弗勒米奥居然还能醒着，难道是筑基期的大妖吗？你先问问他吧。说完，我便用妖族的通用语言问道：“将你的修行法门以及你是如何开灵智的如实道来。”可不知为何，小青牛竟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，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难道他听不懂吗？叶修见状，眼神一冷。难道是嘴硬不肯说？那我只好用刑了。他拿起一旁的藤鞭就要动手，小青牛吓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嘴里发出一连串古怪的音节。我听到这些音节后，面色大变，连忙说道：“师兄，住手！这是古妖语，他在问我们为什么要抓他。”其实这头青牛还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会在我身上感觉到亲近的气息？”我果断无视了这个问题。不知为何，叶修闻言突然面露狂喜之色。这是一头古妖幼崽，古妖传承着古老的血脉，血脉越是纯正强大，天资就越是恐怖。快问问他，他的父母在哪里？如果他的父母还在的话，我们必须恭敬地把他送回去。一头成年的古妖，绝对不是流于洞天能够招惹得起的。听了我的翻译，小青牛一脸懵懂地开口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，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山里生活。”我把小青牛的话转告给了叶修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上报宗门。”叶修说完，便急匆匆地转身离去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一头无父无母的古妖幼崽，一旦培养好了，将来绝对是一位妖王级别的护宗神兽。半刻钟之后，叶修便带着宗门的白玉泉长老赶了过来。白长老看着我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问问这头青牛，可愿意拜本长老为师？”我连忙用古妖语对他说道：“想活命的话，最好乖乖答应拜师。白长老不仅会引导你修行，还会给你提供最好的修行资源。”青牛闻言连忙连连点头，当场便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小妖愿意拜见师尊。”谢谢师尊，谢谢师尊。以后为师定将你培养成威震一方的大妖王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些羡慕。其实我的身世并不比这头古妖差，想一想还是算了。若是让他们知道我就是那传说中的长生树，别说拜师学艺了，估计当场就会被他们活吞了。不过这次我也并非一无所获，白长老随手丢给我一瓶上品炼气丹。本长老还有事，先带徒儿走了。说完便牵着小青牛离开了，真是一步登天啊！是啊，我也十分羡慕，同样都是妖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到了晚上，我照旧分到了一桶血肉，然而在分别的时候，叶修却特意叮嘱我：上品炼气丹的事情，你千万别说出去。多谢师兄提醒。上品炼气丹本是炼气7层弟子才能享用的修行资源，就算是萧绝尘这个炼气6层的修士，每月也只能领到中品炼气丹。没想到我刚回木屋，就发现萧绝尘早已在里面等了多时。听说你发现了古妖，白长老给了你不少好处吧？师兄请。你居然一颗都没动，多亏师兄让我学习妖语，我才有机会遇到牛师弟。正发愁该如何将这些丹药献给师兄呢，我也不白拿你的。这瓶中品炼气丹给你啊，多谢师兄。好好做事，以后有什么好事，我会想着你的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只能选择隐忍发育。不过身为长生树，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天亮的时候，我已经炼化完了所有的血肉和2颗中品炼气丹，成功突破到了炼气4层。随后，我提着空木桶来到监狱。你的上品炼气丹是不是被萧绝尘拿走了？以你的身份和实力，根本保不住上品炼气丹。萧师兄心善，还给了我一瓶中品炼气丸呢。哼，他可真是个好人，10颗中品炼气丹也比不上1颗上品炼气丹。不过我们这些底层弟子，
天生就是受欺负的命。我却只是微微一笑，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这些。上品炼气丹我当然想要，但我更懂得安全第一的道理。若是我不乖乖交出丹药，少说也会被毒打一顿，然后丹药还是会被抢走。万一在打斗中受伤，不小心露出什么异常，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慢慢修炼就是了。师兄，今天能不能多给我一些血肉？这一桶还不够你吃的吗？最近我在修炼炼体之术，需要大量的血肉来补充能量。我想像师兄一样，拥有完美的身材。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，我要做一棵谁都啃不动的长生树。师弟，你很有眼光。我最近也有些吃腻了这些东西，就都给你吧。叶修也因为发现小青牛的功劳，得到了不少赏赐，所以根本瞧不上这些普通的血肉了。我连忙向他道谢。到了晚上，我提着2大桶血肉回到了木屋，这次我还分到了1桶内脏，里面蕴含的能量比之前的边角料强了不止1倍。我立刻将双手化作根须，同时吸收着2个木桶里的能量，一股股精纯的能量融入我的全身。而在我的脑海深处，那株代表我本体的碧绿小树也多了一丝浓郁的血气。直到将所有血肉都吸收完成，炼体修为也正式踏入了第1层。我掐了掐自己坚硬无比的皮肤，应该能挡住炼气1层的攻击了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我决定将炼体进行到底，只要我变得足够坚硬，就没人能吃得了我。就这样安稳修行了半个月，我成功突破到了炼气5层，炼体也达到了炼气2层。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安稳下去，直到有一天，萧绝尘突然找到了我。那头青牛会来跟你学习人族语言，是那头小青牛吗？不错，长老带走它之后，赐名牛雾尘，才发现它根本听不懂人言，难以交流。本想找其他弟子来教的，但在我的力荐之下，长老决定让你来教他。多谢师兄提携。师弟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师兄的提携之恩，师弟永世铭记在心。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那青牛现在可是宗门的宝贝疙瘩，地位都快赶上掌门的亲传弟子长春了。就是脾气有些暴躁，之前那些教他语言的弟子都被他打伤了。长春可是7日便踏入炼气1层的绝世天才啊！没过多久，牛雾尘就被一位师姐带到了监狱。那位师姐趾高气扬地叫我出来。柳长生，出来！我刚走进院子，牛雾尘就立刻跑到我身边，用头蹭了蹭我的胳膊。然而我却有些哭笑不得，生怕这头青牛给我来上一口。谁知师姐见到这一幕，面色竟缓和了不少。好好教牛师弟说人话，晚上我会过来检查。终于见到你了，那群人根本没法交流。我想吃桃子。等晚上回去，我会告诉师姐给你拿桃子的。我边说边带着他走进了审讯室，怎料他进门说的第一句话，瞬间把我吓坏了。为什么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亲切的气息，在别人身上却感觉不到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缘分吧。自己是妖的身份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现在只想离这头牛远一点，他是第一个察觉到我异常的家伙。接下来我继续审讯妖族。牛雾尘好奇地凑过来，你记录这些做什么？是宗门让我记录的，他们要这些妖族的修行法门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。那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？是因为打不过他们吗？我点点头。牛雾尘继续追问，那你怎么不跑？因为外面很危险，到处都是妖魔鬼怪，还有那些虎视眈眈的修仙宗门。你记住一点，无论是在人的世界，还是在妖的世界，都一定要把自己藏好了。害人的不是种族，而是贪婪的心。你身负古妖血脉，有些心术不正的妖族会想方设法吞噬你来提升修为，而在人类世界，也有一些贪婪的修士，一旦发现无法掌控你，就会对你痛下杀手。这个世界太残酷了，以前确实有妖想吃我，还好我跑得快。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，你要学会听话，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和他们没什么两样，更像一个人。那我得赶紧学会人类的语言。牛雾尘的血脉力量果然强大，学习起来速度极快。傍晚时分，那位师姐如约而来，牛雾尘连忙迎上前去，用还不太标准的口音磕磕绊绊的开口：“师姐好。”哼，赏你的，明天我再带牛师弟过来。多谢师姐赏赐。我收下丹药，刚回到自己的木屋，却不料萧绝尘早就在里面等我。听说牛雾尘和你相处的不错。是的，这是师姐刚才赏赐的丹药，怎么才1颗？师姐只赐了这1颗，监狱的叶师兄也亲眼看见了。
如今他刚刚突破到炼气7层，一颗上品炼气丹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。萧绝尘冷着脸接过丹药，正要转身离开。萧师兄，能否赐我一颗中品炼气丹？别忘了，你今天能有这机会，全靠我的引荐。若不是我，你现在还在藏经阁里发霉呢。明日我至少要见到3颗上品炼气丹，承蒙师兄恩赐。我试着争取了一下，心里却早已凉透了。谁知道他竟然得寸进尺。那牛悟辰和你这么亲近，让他开口帮你要便是。他现在可是宗门宝贝疙瘩，那师兄能给我留一颗吗？你只配吸收这些残余灵气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这次他是真的明目张胆的抢了，但我还是强行压下心中的思绪，开始吸收灵气，专心修炼炼体之术。我在心里估算着，再来20份这样的灵气，我才能突破到炼体3层。想要成为一棵谁都啃不动的长生树，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叶师兄，我遇到些难事，不知能否请你帮忙？让牛悟辰帮我要丹药，这完全是自寻死路。我可不想去挑战那位护犊子的白长老。叶修最近刚刚突破到炼气9层，若是他愿意出手相助，我宁愿把所有的上品炼气丹都给他。是关于萧绝尘的事吧？叶师兄为何这么清楚？我听说他最近在拼命攀附内门弟子，可他每个月也就只能领到2颗上品炼气丹，根本不够用，自然只能从你这种软柿子身上下手了。我最看不惯萧绝尘这种欺软怕硬的东西。你老实本分，又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我不能看着你被他欺负死。我那边还有一间空房，你今晚就搬到我那里去住吧。叶师兄放心，以后得来的上品炼气丹，我一定全部孝敬师兄。不用，你自己留够修炼需要的，多出来的再分我几颗就行。我这人要脸。要脸的人真好啊，人要脸树要皮。可萧绝尘偏偏不懂这个道理。昨天我回去叫了一声师傅，可把那老头子乐坏了。你说过要听话，要让他们觉得我能被控制，我做得好吧？这是我师姐给的丹药，分你一瓶。我瞥了一眼，里面竟然全是上品炼气丹，这牛悟辰真是一头好牛啊！然而我却摆了摆手，想要拒绝。拿着吧，我多得很。昨天师傅还给了我好几瓶呢。我忍不住在心底叹息，同样是妖，这待遇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？我在这里就你一个朋友，虽然师傅他们对我很好，但我总觉得和他们之间有种疏远感。只有在你身边，我才觉得亲近。我又不是母牛，你注意一下言辞。你要好好学做人，哪怕你心里根本不想做人，但在人类的世界里，你也必须学会做人。我不仅教他人类的语言，更教他如何在人类的世界里活下去。学了半天，牛悟辰闲得无聊，便去监狱里四处晃悠。谁知却意外得知了我被萧绝尘抢丹药的事。他回来时忍不住问我：“你打算怎么做？”我当然是躲着他了，跟叶师兄住在一起，萧绝尘不敢来惹事。是因为你打不过萧绝尘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喜欢与人为善，不喜欢打打杀杀。就算打得过，我也不能说出来，只能远远躲着他。如果师弟你是炼气7层，就不用再怕他了。牛悟辰恍然大悟，用古妖语小声说道：“你是想借此机会教会我，实力弱几时要学会隐忍，等实力足够了再保护自己不受欺负吗？”我彻底被干沉默了。我就是想安安心心的修行而已，这头牛的脑回路怎么能这么清奇？多谢你的用心教导，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。实力弱9时学会低头，实力足够后就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了。看着一脸严肃认真的牛悟辰，我松了口气，还好他没往更歪的地方想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他要懂得隐忍低调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到了晚上，我跟着叶修来到了他的住处，刚进屋我就掏出了那瓶丹药。师兄，这丹药是牛悟辰给的，我答应过要和师兄分，自然不会私藏。你这家伙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叶修无奈地倒出5颗丹药，又将剩下的5颗还给了我。我刚想回房修炼，却不料他竟突然拿出了10个瓷瓶。我们炼气一脉的弟子都要修炼炼体之术，仅凭灵力是远远不够的，所以都要服用气血丹来辅助修行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师兄。我连忙道谢，收起了瓷瓶。我这人要脸，还真做不出白拿人东西的事。
我回房修炼了。叶修说完，便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也回房锁好门，开始服用丹药炼化。而让我惊喜万分的是，一颗气血丹的效果竟然比得上6份灵气。最后，在炼化了3颗气血丹后，我成功突破到了炼体3层，接着又通过炼化炼气丹，一举突破到了炼气6层。然而，更让我惊喜的还在后面。到了第2天，牛无尘一见到我，就塞给了我2瓶上品炼气丹，同时用古妖语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这些给你，希望你能早点变强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被萧绝尘欺负。”这头牛真是实心眼，对我也太好了。不过你这么明目张胆的给我丹药，要是被萧绝尘看见了，只会更加记恨我啊！牛无尘没有理会我的沉默，而是突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要不你跟我走吧，别待在这破监狱了，我在那边感觉很孤独。”身为在人类宗门里的妖，你要学会忍受孤独，千万不能表现出任何想要回归妖族世界的想法。这会让他们觉得你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牛无尘被吓得一身冷汗，连忙点头。日子再次恢复了平静。萧绝尘虽然来找过我几次，但每次都只是远远的看一眼便离开了。他根本惹不起叶修。我终于放下心来，开始刻苦修炼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炼体达到了5层，修为也到了炼气6层巅峰。可就在我准备冲击炼气7层时，一名不速之客却突然找上门来。萧绝尘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通知你们，半个月后举行3脉会晤。哼，亏我之前有好处都想着你。没想到你却背叛我。妖语翻译这差事，别人都觉得监狱肮脏，不愿意来，是你硬塞给我的。如今我遇上了牛无尘，得了些机缘好处，你就从我这里把好处榨捕得一干二净。萧绝尘，做人还是要点脸吧。萧绝尘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却不敢对叶修发作。赶紧滚！看见你就心烦。哼。希望你在3脉会晤上也能这么嘴硬。说完便径直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却泛起一丝寒意。萧绝尘睚眦必报，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然而叶修却皱着眉头看向我。3脉会晤是灵虚洞天所有弟子的比试大会，你或许能借机会跳出这监狱。若是牛无尘能帮你说几句话，说不定你也能拜一位长老为师。不过，萧绝尘肯定会在会晤上找你的麻烦。所以啊，我不去不就行了？可牛无尘不可能一直来找你，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，到了最后，你们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。本就只是一时的缘分，谈何朋友？师兄是想去参加3脉会晤，跳出这监狱吗？当然，我已经达到炼气9层，只要能拿下所在一脉的前10名，就能得到1颗筑基丹，有望筑基。师兄天资也不差，怎么会沦落到监狱这种地方？然而叶修却摇了摇头，没有多言。我见状也没有再多问。身为妖族，我时刻谨记一点，不要有太大的好奇心。到了第2天，牛无尘也得知了3脉会晤的事。师父决定让我和长春师兄一起前往灵虚秘境，听说里面有很多奇珍异果，当然也很危险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不想去，我只想安安稳稳的修行。谁知牛无尘又开始自行脑补。我明白了。你是想继续隐忍，直到实力足够报仇之后才出手？我沉默了。这牛妖为何一直这么坚定地认为我要报仇？你这样的话，我就算是实力够了，也很难下手了。明天我就要去秘境提升实力了。师父想让我在比试中拿到好名次，最好连长春一起打败。嘘，我感觉那个长春有问题，根本不像传闻中的那么天才。人类最喜欢隐藏自己的秘密，切记不要过多探寻，因为人类为了保守秘密，会毫不犹豫地除掉所有知道秘密的人和妖。懂了，若是有好处的话，就去弄清楚。我再次被他干沉默了，我是不是该夸他很有悟性？最后牛无尘走了，临走前又丢给我3瓶上品炼气丹。这牛真是头好牛，希望他能听进去我的话，多隐忍一段时间。返回住处时，我再次遇上了萧绝尘。萧师兄，你还真是时刻关注着我呀。若不是你，现在进入灵虚秘境的人本该有我一个。叶修10天后就要回炼气峰做准备了，到时候没人护着你，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婪无戒。长生树也是有脾气的。10天后，叶修果然要回炼气峰做准备了。师弟安心闭关等我回来。若是我能拿到筑基丹成功筑基，就会有独立的炼气室。到时候你跟我学炼气吧。可他绝对想不到，他这一句话竟一语惊醒了梦中人。既然那些妖族的骨骼都能炼制成法器，我为何不能把自己也当成一件法器来炼制呢？于是我暗下决心，以后一定要和叶修好好学习炼气之道。但眼下我得先解决最大的危机。叶修刚离开没多久，萧绝尘果然来了，但他见到大阵根本进不来。就在他要含恨离开时，我却突然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阵法。可奇怪的是，萧绝尘见状竟没有立刻动手，只是冷冷地盯着我，估计是担心把我吓回去。前功尽弃，我思索片刻，突然施展遁地术消失了。我并不是要和他动手，而是要引
他去后山那处废弃断崖，那里常年云雾缭绕，人迹罕至，就算动静再大，也不会有人察觉。哼，土遁术，难怪敢这么大胆出来，而且竟然从炼气2层一路蹿升到了6层，这得耗害了多少丹药？这些本来都该是我的。丹药我可以给你，但你以后不能再来找我麻烦。信，算你识相。萧绝尘迫不及待地伸手来抢，就在他指尖即将碰到瓷瓶的瞬间，我手腕一翻，将瓷瓶收了回来。你耍我！萧绝尘勃然大怒，猛地抽出腰间长剑，一道凌厉的剑气直劈我的面门。我脚下轻轻一点，身形如同柳絮般向后飘出数尺，恰好避开了这一剑。剑气劈在我身后的巨石上，溅起一片碎石。炼气6层，你果然隐藏了实力。牛武尘到底给了你多少丹药？今天我不仅要你的丹药，还要废了你的修为！他怒吼一声，再次挥剑扑来，手中长剑舞出一片剑花，招招不理我的要害。我依旧没有拔剑，只是凭借着远超他的速度和身法，在剑光中从容穿梭。他的剑看起来很快，但在我眼里却慢得像蜗牛爬。我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他每一招的破绽，只是我不能出手。一旦我主动攻击，就难免会暴露束腰的力量。只要我一直躲，他迟早会自己露出破绽。10几招过后，萧绝尘连我的衣角都没碰到，反而累得气喘吁吁，额头上布满了冷汗。他的呼吸越来越粗重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有本事别躲！萧绝尘气急败坏地吼道，猛地使出了全力一击。凌云3剑，乌云之怒！一股沉闷的气息弥漫开来，隐隐有乌云在头顶翻涌。这一剑凝聚了他全身的灵力，威力比平时强了数倍。我脚下微微一错，身形向侧面滑出半步，恰好避开了这一剑的锋芒。萧绝尘这一剑用了10成力，根本收不住势。他整个人随着剑势向前扑去，而他的前方就是万丈断崖。萧绝尘脸色大变，想要稳住身形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脚下一滑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惊恐的大叫一声，向断崖下坠去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山谷，很快就被风声吞没。我站在断崖边，向下望去，下面云雾缭绕，深不见底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不是我杀了他，是他自己贪念太重，失足坠崖。我只是没有救他而已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我没有义务用自己的性命去救一个想要杀我的人。作妖吗？谨慎一点才能活得久。我在心里默默想到。我瞥了一眼地上萧绝尘掉落的上品法剑，没有去捡。这件是他的贴身之物，一旦被人发现我拿着，只会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我转身离开了断崖，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回到住处，我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了地，最大的隐患终于解决了，而且我没有沾染上任何因果，也没有暴露任何不该暴露的实力。我拿出牛武尘之前给我的丹药，开始安心修炼。这些日子积攒的丹药足够我修炼好一阵子。经过3天3夜的苦修，我成功突破到了炼气7层，炼体也达到了6层巅峰。我睁开双眼，将手化为树枝，轻轻触碰了一下叶修放在桌上的一把备用上品法剑。指尖刚触碰到冰冷锋利的剑刃，一道细如发丝的划痕便瞬间出现在树枝表面，淡绿色的清亮树叶缓缓渗了出来。我收回手，看着那道几息间就自行愈合大半，只留下一道浅白色印记的伤口，心中了然，自己的皮肤比起上品法器还是差了些，同阶的法器还是能破开我的防御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还是啃得动我。等以后和叶修好好学习炼气之道。没道理那些妖族骨骼能炼气，我自己就不行。将自己当成一件法器来炼制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至于损伤什么的，倒是不用在意，只要不被人察觉身份，我这无尽的生机会修补好一切伤势。到时候我自己偷偷研究便是。没有了丹药，我也不想出去，安心修行。等叶修回来，就跟着他学炼气，研究更强的炼体之道。灵虚玄功方面也需要继续研究，看看能不能融合妖修功法，直到炼气9层。可惜没有筑基境的草木妖修作为参考，我继续修行，修为进展十分缓慢，1天下来才精进一丝。炼体的进展也是慢得可怜，难怪那些妖修都耐不住性子，要去抓捕生灵作为养料。不过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倒也不必行此险招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是血？万一暴露了妖身，轻则被斩妖除魔，重则被分尸食之。至于萧绝尘，那是他贪念太重，自作自受，与我无关。断崖边只留下了几片被剑气划破的衣袍碎片，还有他慌乱中掉落的长剑。牛武尘能看出是我做的吗？时间一晃而过，长生，长生，只见牛武尘正站在门外，被阵法拦着进不来。你从灵虚秘境出来了，看样子进步不少啊。长生，我想问你，如果抢了别人的东西该怎么办？你不会抢了长春的东西吧？是的，但我是被迫的。那家伙竟然想奴役我，还好我师父给了我护身宝物，我一怒之下激发了血脉，借助宝物将他重创，抢了他的灵药。我沉默了。牛武尘继续说道：还别说，那灵药确实厉害，直接让我踏入了炼气7层。别看长春现在是炼气8层，他还真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你很厉害。长春没继续找你麻烦吗？他是暗中下的手，别人都不知道。
也正因此，我才敢抢他的灵药。既然是私下私为，那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你将此事告知你师父，他也只会劝你忍耐下来。我打得赢长春，为何还要继续隐忍？我光明正当的打败他，说不定还能夺了他的位置，成为大师兄呢。我师父也会支持我的。哪有这么容易？你打得过长春，打得过掌门吗？你师父会帮你，难道掌门就不会帮长春了？你别忘了，白玉泉长老只是筑基期，而掌门可是金叶还丹境，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。你说的对，不过那个长春确实有问题。有问题就有问题，不要有太大的好奇心。我从他身上感应到了妖气，我没有刻意探查，只是交手时无意间感应到的。我心头一跳，难道灵虚洞天真的在研究妖族修行法，而长春就是第一个实验品？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适当装傻，你才能在灵虚洞天活得更好。我这是有秘密啦？对你也有秘密了。你去和你师父说时，只说长春要害你，绝口不要提灵药之事。为什么？那灵药那么贵重，怎么能不说？反正只有长春一人知晓，你打死不承认便是。我记住了，那我回去了。以后别轻易来找我了，你是古妖天才，而我只是个普通弟子。我们是朋友啊。身份地位差距太大，就不是朋友了。我不理解。对了，你报名三脉会武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打败萧绝尘吗？我什么时候报名三脉会武了？不是你自己报的吗？我在名单上看见你的名字了。不是我只想安心修行，不想掺和这些事。到底是哪个混账帮我报的名？没有我的身份令牌，他是怎么报名成功的？等我回去帮你问问。到底是谁干的？三脉会武这种抛头露面的事，我这棵长生树怎么能干？直接不去好像也不行。三脉会武对灵虚洞天极为重要，报名了却不上场，那是大罪。算了，不管是谁干的，到时候我直接认输就是。长生树还是要低调，不能太惹人注意，除非我确定他们都砍不动我。而另一边，牛悟辰来到了白玉泉的住处。听说你出了灵虚秘境，先去寻了长生，为何不直接回来？师父，我是不敢回来啊，徒儿心里委屈。你委屈什么？是谁欺负你了？这可是我的徒儿，古妖天才，怎么能受别人欺负？在灵虚秘境里，那长春想奴役我，幸好有师父给我的护身宝物，我才保住了一命。徒儿心中委屈，不敢对别人说，只有长生地位低微，可以听我诉苦。诉说之后，我的心情才好些，这才回来见师父。他竟敢奴役你，他怎敢如此？为师这就带你去寻掌门。师父息怒，徒儿受些委屈没什么。长春乃是掌门的亲传弟子，掌门定会偏袒他，最后也只会不了了之。白玉泉神色复杂，这牛悟辰真是太贴心了。确实，掌门肯定会偏袒自己的弟子，他去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好徒儿，是为师没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师父，您已经对徒儿很好了，徒儿只想让师父开心，只想和师父好好修行。白玉泉神色动容，能得到这样一个懂事的古妖弟子，真是自己的幸运。自己的弟子受了欺负，却不能为他出头。白玉泉长老心中叹息，却也知道自己去找掌门也无用，他只能给牛悟辰更多的照顾和资源，还有更多的护身手段。长生教的真好，只是几句话便让我得了这么多资源，他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而我则运转着灵虚玄功和炼体之法，默默修行。时间流逝，三脉会武的日子如期而至。三脉会武参赛鉴令，准时前往比武。我不得不走出住处，前往会武之地。会武的地方离得不远，正是林剑锋弟子们平时练习术法的地方。如今那里已经摆好了10个擂台，四周除了林剑锋的弟子，丹脉和气脉的弟子也都前来观看，现场十分热闹。我不喜欢这种热闹的场合。长老来了，掌门来了！一声声惊呼响起，长老来了，掌门来了！我抬眼望去，一名头发半白的男子，神情刚毅，腰间挂着一块金色玉佩。此人正是灵虚洞天的掌门葛望仙，修为已达金叶还丹境。在他身后，则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，皮肤如同婴儿一般细腻，面上挂着慈祥的笑容。此人是灵虚洞天的大长老顾恒通，修为在筑基顶峰。2年一度的三脉会武，此次却是不同以往。因为我灵虚洞天天才辈出，未来必将更加辉煌。各位弟子都知道，本掌门收徒长春7日练气，想必大家都有耳闻。长春师兄天资无双，绝世之资。长春师兄天资无双，将来必定带领宗门走向辉煌。
一群弟子疯狂地吹捧起来，我也跟着附和，表现的和这些普通弟子没什么两样。他有多天才我不关心，除了古妖牛悟辰，我还没见过什么真正的天才。虽然长春天资卓绝，但宗门还有一位天才，那就是白衣玉泉长老的弟子，身负古妖血脉的牛悟辰，当真是天佑我灵修洞天。牛悟辰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宗门，为了能看上一眼古妖，不少弟子之前都往监狱跑过。天佑灵虚洞天，天佑灵虚洞天。若是牛悟辰和长春都能成长起来，必然能将灵虚洞天带上一个新的高度。长春、牛悟辰都有原始宝珠之姿，将来必定超越本掌门，带领宗门走向强盛。原始宝珠之姿。此次剑脉会武，长春和牛悟辰不会与你们争夺普通名额，你们依旧是争夺10个晋级名额。待选出10人之后，他们再与你们比试，不会影响你们的排名。弟子们顿时沸腾了，有几位练气9层巅峰的弟子差点激动地跳起来。他们一直忌惮着长春和牛悟辰，没有把握能对付他们。如今掌门这么说，那就还是10颗筑基丹可以争夺。好，本掌门宣布，灵虚洞天3脉会武正式开始。报名者上台抽签，此次会武一切由大长老主持。顾恒通登上1号擂台，神情坦然。诸位弟子依次上台抽签。话音一落，一位位弟子纵身跃上擂台，手中都拿着一块巴掌大小的剑令。我手中也有一块，无奈的叹息一声，前往10号擂台。擂台上已经有弟子在排队了，我便排在了队伍后面。一位位弟子抽完签，拿着签号走下擂台，安静的等候。很快就轮到了我，我抽到了83号。这抽签不分先后，总共有120个会武名额，根据签号与相邻的号码比试，1号对2号，3号对4号，以此类推。我则要和84号比试。一位嘴角有痣的弟子瞥了我一眼，看见了我的号码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是83号。”师兄莫非是84号？不是，我是72号。我没有多言，10个擂台同时开启，2人对战，一次20人。我和其他参赛的弟子们在一旁耐心等待。一位位练气境弟子走上擂台，我看着这些弟子，最差的也是练气7层，一个个风华正茂，年轻气盛，都充满了自信。我也打量着他们的术法手段。练气境还不能御使飞剑，只有寻常剑诀。不过他们都学了其他的辅助术，比如掌心雷。只闻雷声不见雷霆，掌力倒是刚横霸道，颇为不凡。好强！这一剑怕是能到练气8层了。只见10号擂台上，2位弟子剑气如雨，身法快的在擂台上留下了一道道残影。我认得他们所用的剑法是灵虚13剑。这套剑法讲究迅捷狠辣，招招不离要害，13剑齐出，能笼罩敌人周身所有方位，让人无处可避。灵虚洞天的弟子们几乎都会修习这套剑法。我自己所修行的凌云3剑，反而不如这灵虚13剑受欢迎。凌云3剑缥缈无踪，不可捉摸，讲究示敌以弱，寻找敌人的破绽，再发出乌云之怒，一击必杀。我觉得灵虚13剑更像是莽夫之剑，虽然看着很强，但讲究的是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杀敌的决心。若是一套杀不了敌人，气势就泄了，可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是凌云3剑好，随时可以撤退，保命为上。这种同门武学的比武，拼的就是剑法的掌握程度、战斗经验还有修为高低。1刻钟后，第1轮比试结束，10位弟子被淘汰，一个个脸上都带着不忿之色，纷纷表示来年再战，一定要打败对手。下面的弟子们则在热烈讨论，若是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，能不能胜过对方？有人信心十足，也有人已经忐忑不安了。我神情平静，一点都不担心，上去直接认输就是。一直到临近中午，终于轮到了我。83号上台。手中的长剑是从叶修那里借来的。比武的话，宗门可不会为你准备武器。我的对手是一位约莫20来岁的道人，练气7层中期。小弟柳长生见过师兄。林剑锋、韩久远，我认得你，你就是在监狱里发现了牛悟辰的那个弟子。师兄知道小弟是小弟的荣幸。听闻你遇见牛悟辰之前还只是练气2层，没想到今日竟然敢站在这擂台上与我比试。可你却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。想当初萧师兄好心让你学妖语，给你各种机会。可你攀上牛悟辰之后，居然将其羞辱一番，还和他断绝了来往。师兄何出此言？在下不曾做过此事。这柳长生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攀上了牛悟辰，马上就忘了之前的师兄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今日我就为萧师兄好好教训你一番。你本就天资低劣，不过是靠丹药强行提升上来的修为。今日我就将你打回原形，让你以后好好待在监狱里，别再有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。眼前这人应该是萧绝尘的好友，这会武乃是大长老一脉主持的，想要暗箱操作让他和我对上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师兄多言无益，请吧。韩久远冷哼一声，长剑出鞘，霎时间剑光弥漫，10数道剑光直逼而来，封锁了我四面八方的所有退路。韩师兄，不要留手，将他打回监狱去！废物就该好好待在监狱里。
师兄实力高强，在下认输。韩久远微微一怔，下一刻却是面色冰冷，剑光依旧直刺而来。我面色一变，剑光已至身前，我佯装慌乱，踉跄而退，身躯几乎是擦着剑光躲开，快速退到擂台边缘，脚下一个不稳，直接摔了下去。韩久远微微一呆，我却是迅速爬了起来，在擂台下拱手道：“师兄剑法高明，在下输了，告辞。”台下的所有弟子，还有看到这一幕的大长老顾恒通，都愣了一下，但大长老只是瞥了一眼，便没有再多在意。真是个废物，被韩师兄一剑就吓破了胆。韩师兄的灵虚13剑简直出神入化，刚才我都没看清。是啊，韩师兄太厉害了，这种依靠攀附牛悟辰的家伙，能有什么本事？很快，韩久远就淹没在一阵吹捧之中，但韩久远自己却有些茫然，真是这样吗？可是我还没真正出手呢。我答应过萧绝尘，要好好教训柳长生一顿，不说重伤，至少也要让柳长生狼狈至极，丢尽脸面。现在脸面柳长生是丢了，可柳长生压根就没受伤，而且这小子输了之后，怎么一点都不伤心，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好像还挺兴奋的样子。对了，我好像好几天都没见到萧绝尘了，这会武怎么也没见到他的人影。我却不理会这些，我就是来认个输的。现在已经输了，该回去安心修行了。回到住处，我再次安心修炼。虽然没了丹药，修炼进步很慢，但修行本就是日积月累的活计。我慢慢打磨着体内的灵力，安心修行。外面的一切事物都与我无关，什么三脉会武，爱怎么比就怎么比吧。一直修行到傍晚，牛悟辰又来了。我叹道：“不是说不要轻易来找我吗？”虽然牛悟辰给我资源，势头好牛，但他现在风头太盛，他一来这里，我也会跟着被人关注。我是来安慰你的。安慰我？就是三脉会武的事啊，你连一招都没接下，狼狈的摔下擂台，这确实很丢脸。但你不能为此伤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振作起来，早晚打败那个韩什么来着？韩久远，我没事，不用安慰。你不用假装坚强。我揉着眉心，真是头好牛！我本来就不想参加什么会武，让一棵长生树去抛头露面，压力很大的好不好？除非我确定他们都啃不动我。你是故意认输的，名都报了，人都上去了，为什么不拼一把？我实力不够，还要继续隐忍。我只能以牛悟辰能理解的方式向他解释。跳出监狱就足够了吗？你就不向往上面的好资源吗？不向往，我也想要好资源，但要与人动手去争，那还是算了。我现在的炼体还挡不住同阶的法剑，比武之中不缺炼气9层的弟子，第一轮就遇上了炼气7层中期的韩久远，那第二轮呢？万一受个伤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现出长生树原型，那画面太残酷了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好吧，我还想等你取得好成绩，和我一起修行呢。你要明白，你是天才，注定要走上巅峰的，不能总盯着我这个废物。我本想给你资源的，但我师父限制了我的资源，他说要用来拉拢剑脉的弟子，这样我身边有人，以后多个保障。听你师父的，我不用资源，以后我会去练气一脉，跟着叶师兄学炼气，这就是我的一生。那太可惜了。牛悟辰有些低沉，我是他唯一感到亲近的人，只有在我身边，他才不会觉得孤独。可是我不愿意随他一起，我的天资确实差了点，若没有他给的资源，或许现在才炼气4层。人类有句话，不如意事10之8九，不可能事事都如意。以后还能找你聊聊吗？就是单纯的聊聊。这个私下里可以，别让你师父知道了。好。长生，若有一天我回了妖族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到时候我会带师父一起走。断不可有此想法。你现在身在人类宗门，却想着回归妖族，这是大忌。妖族世界，我和你师父去了，和你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以后不论在何地，不论对谁，包括你师父，都不能再说此话。这次我就当没听见。我明白了。牛悟辰深吸一口气，快步离开了。他还是有回妖族世界的想法，哪怕师父对他再好，也依旧改变不了他心中的那份孤独。他知道感恩，记得师父的恩情，但这份孤独不是恩情能够弥补的。妖在人类世界终究是缺乏归属感的，我很理解，因为我也是。但我不同，我去了妖的世界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不只是妖，我也在追求安心修行。等有了足够的自保之力，再做其他的想法吧。牛悟辰走了，我开启阵法，继续闭关。
灵虚洞天的三脉会武进行的如火如荼，没人会关注我这个第一轮就认输的小弟子。韩久远虽然心中迷惑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父母之事。韩永久。至于萧绝尘，有人在寻找他，却便寻不到任何踪迹。时间流逝，一晃眼半个月过去了，我终于修炼到了炼气7层后期，炼体还是7层初期。没了气血丹，也没有灵气养料，进步十分缓慢。叶修回来了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恭喜叶师兄得到筑基丹。你一直在闭关，怎么知道我得了筑基丹？都写在师兄脸上了。若不是得了筑基丹，怎会有如此开心的笑容？我确实得到了筑基丹，也可以回气脉了。叶修取出一个瓷瓶，里面有一颗青色的丹药。待我筑基成功，就带你去气脉穴练气。多谢师兄。我转身欲走，心里却在想，去了气脉，牛武辰应该就不会再随时来找我了吧？叶修却没急着去突破，而是说道：当初我与人练气赌斗，自负炼制的上品法剑，不比那些炼气9层的差，结果输了。失败者在筑基之前，除了会武，不得回气脉。幸亏遇见了你，才能让我达到炼气9层，夺得这枚筑基丹。原来师兄当初是赌斗输了，难怪会在监狱。那胜者呢？胜者最后得了第11名，败于我手。这次我却要先他一步筑基。恭喜师兄。不说了，我去修行，等我筑基成功。哎，你瞧我这记性，这是给你带的上品气血丹，多谢师兄。叶修去闭关了，我也回房闭关炼化气血丹。气血丹化为精纯的养分，融入体内，被我迅速消化，本体上的血色越发浓郁，变得更加坚韧坚固。一颗颗丹药被炼化，我的身躯在快速进步。炼体累了，便开始炼气，慢慢打磨体内的灵力。一晃眼7日时间过去，2瓶气血丹已经炼化完毕，我的炼体达到了7层中期，距离后期也不远了。叶修还在修行，我没有出关，服用辟谷丹继续修炼，炼气炼体双重进行。虽然缓慢，但每天都能感觉到自己在进步。又是7日时间过去，一股磅礴而恐怖的气息突然从叶修的房间内爆发出来，瞬间席卷了整个小院。我猛地从修炼中惊醒，心中惊骇不已。这就是筑基境的力量吗？仅仅是溢散出来的能量波动，都让我心悸不已，感觉自己在这股力量面前渺小的如同一只蝼蚁。那些宗门长老筑基多年，实力又该深不可测到何种地步？房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叶修走了出来。他身上的气息已经收敛，但眼神中的金光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。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恭贺师兄筑基成功！我连忙上前行礼。我还要3日时间巩固修为，3日后我们去气脉。叶修的声音也多了一丝筑基修士特有的威严。3日时间转瞬即逝，叶修的修为彻底稳固。他用储物袋将所有的东西都收了起来，然后一挥手，法剑飞出，悬浮在半空中。走吧。他一手提着我，踏上了法剑。法剑缓缓升空，然后化作一道流光，瞬间冲入了云霄。我低下头，俯瞰着下方，曾经困住我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监狱变得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了视野之中。群山连绵，云海翻腾，清冽的风从耳边呼啸而过。这是我第一次飞得这么高，看得这么远。筑基御物，金丹驾云，这剑差了点，等入了气脉，便可重炼一柄。叶修的声音在风中传来，以师兄的技艺，自然轻而易举。我应道。我望着前方无边无际的云海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我终于离开监狱了，我终于不用再每天和妖族尸体血腥污秽为伴了。但我也清楚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气脉是一个全新的、更加陌生的世界，那里有更多的人，更多的事，也潜藏着更多的危险。萧绝尘的事也没有彻底解决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那里是我的本体所在。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棵谁都无法撼动的长生树。法剑划破云层，向着灵气峰的方向疾驰而去。前方的路还很长。